这好像是个人啊！这上面还有道符，什么真人镇压于此。这事儿有点邪，不行，咱请个高人开坛做法事，咱驱邪。深更半夜，一支施工队正加班加点的干活，因为这个活可不简单，那是京城赫赫有名的81号百年古宅。可谁知挖机一铲子下去，竟然挖上来了一个黑黢黢的大坛子，出土的瞬间，一股滂臭的味道迅速散开，工人们被恶心坏了。可殊不知下一秒，坛子就离奇坠地炸开了，工人们赶紧上前查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里面竟然是一具婴儿的尸体。诡异的是，尸体上还贴着一个黄符，还不等众人反应，一阵邪风吹过，瞬间将黄符给吹走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坛子肯定有说法，当即提议请高人来驱邪。可工头老宋却根本不在意，干工地的谁没挖过什么东西出来？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？可话音刚落，旁边的工人哇的一声就吐了一大滩。恐怖的是，这呕吐物竟然全是活着的蛆虫，众人当场就吓疯了，纷纷撂挑子不干了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40刷到了这部近10年来最生猛也最值得反复观看的内地恐怖片《京城81号》。其实无论什么恐怖片，最怕的就是有现实原型，而这部片子直接拿京城4大凶宅之首的朝内81号开刀。当年上映完，直接把这宅子带成了网红探险圣地，无数观众看完连夜跑去实地打卡。友情提示，这片子的确吓人，强烈建议艾特你胆大的朋友，让他别睡了。经过刚才的一幕，工人们撒丫子都跑没影了，现在就剩老宋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心里那叫一个郁闷。他蹲下来瞅着那具婴尸，心里正犯嘀咕呢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发现婴尸旁边竟然躺着一块油光锃亮的玉佩。老宋这人吧，啥都好，就是有点贪小便宜，赶紧把玉佩揣进了兜里，心里还美滋滋的，寻思着这也算是意外之财了。可他哪知道啊，这玉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其实是沾了100年怨气的凶物。老宋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转身进了古宅，去找他的师妹林瑶商量事儿。与此同时，老宋的老婆贺飞那边已经开始撞邪了。贺飞是个医生，天天在医院值夜班，见过的死人比活人都多，按理说胆子应该挺大的。可这天晚上，他下了班准备开车去找老宋，结果在停车场里远远看见一对夫妻推着婴儿车走过来，贺飞也没当回事儿。可就在婴儿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往车里瞥了一眼，这一眼差点没把他魂吓飞了。那婴儿车里的孩子一点生气都没有，分明就是个死婴。可下一秒那孩子又变正常了，贺飞心跳都慢了半拍，心说肯定是最近加班加太多了，眼睛都花了。可他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贺飞提着宵夜来到了81号古宅，平时这里机器轰鸣，人声鼎沸的，今天却静得吓人，连个工人的影子都看不见。整个宅子阴森森的，凉风吹过走廊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跟鬼哭似的。贺飞心里有点发毛，硬着头皮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给老宋打电话，可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。好不容易摸到了老宋的办公室，可贺飞刚推开门，下一秒耳边突然传来一个悠悠的女人声音：男人都一样，当着你的面还会对别的女人动手。贺飞吓得浑身一激灵，手里的宵夜差点掉在地上。老宋看着他脸色煞白，这时候才想起今天是他跟老婆贺飞的结婚7周年纪念日。老宋赶紧介绍了师妹林瑶给贺飞认识。我太太贺飞，这是我师妹林瑶，师父的掌上明珠，这次来专程负责81号的工程的。因为刚刚那个奇怪的女人声音，导致现在贺飞看林瑶的眼神都不太对了。到了半夜，老宋点了一桌子外卖，几人一起吃饭唠嗑。在饭桌上，贺飞把刚才在停车场和办公室遇到的怪事都跟老宋说了。老宋听完心里也咯噔一下，顿时想起了白天挖出来的那具婴尸，还有那个吐了一地蛆虫的工人。难道这宅子真的有问题？这时候师妹林瑶放下了筷子，一脸严肃地告诉众人，这里是显赫一时的将军府，但是一夜之间没落，就是因为当时轰动京城的尸婴案，凶手就是81号上一任女主人钮梦鹤。老宋和贺飞对视一眼，都屏住了呼吸。林瑶这时就缓缓地讲起了那个尘封了100年的故事。那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年代，这栋宅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少帅。要说这张少帅，那可真是个奇人。在那个3妻4妾是家常便饭的年代，他竟然只娶了一位正室夫人，而且夫妻俩感情那是相当好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
张少帅的父亲突然去世了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阀们立马就想趁机吞并张家的地盘。其中有一个姓纪的大帅势力最大，他给张少帅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娶我妹妹季金翠为妻，两家结为秦晋之好，我保你一家平安，要么我就带兵打过来，把你这大帅府夷为平地。张少帅也是个硬骨头，当场就拒绝了，说啥都不答应。可他的夫人却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人，她不想因为自己让全城的百姓都跟着遭殃，也不想让丈夫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。于是她直接找到季大帅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可这季大帅可不甘心让自己亲妹妹做二姨太，当场就让原配夫人做平妻，说白了就是让他妹妹做大，慢慢再把原配挤走。到了新婚之夜，这张少帅根本没进二姨太季金翠的房间，而是继续陪着自己的原配夫人过了一夜，并且他把自己最珍贵的家传玉佩送给了夫人。金翠新婚夜独守空房，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直接冲到正房，抬手就给了大太太一个响亮的耳光。贱人，这是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一生命中无子，这个是给你和智胜将来孩子的礼物。什么烂货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得意，智生的心早晚都是我的。大太太被二房这么侮辱，愣是一句话没吭。她知道季金翠背后有她哥哥撑腰，自己根本惹不起。可她心里也清楚，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。从那天起，两个女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。季金翠明白，在这种深宅大院里，母凭子贵是永远的真理，只要她能先生下儿子，地位就稳如泰山了。可偏偏她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在季金翠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府里的一个姓王的巫医找到了她。这个王巫医医术不怎么样，歪门邪道倒是懂得不少。于是他神秘兮兮地对季金翠说：二少奶奶与大少奶奶不同，将门出身，身体底子是有的，只是平日耗费心力太大。如果能悉心调养，我想过不了多久便会有好消息。真的吗？开什么方子吃什么药，你尽管开就是了，我们张家吃得起。季金翠眼睛一亮，赶紧问是什么秘方。王巫医立刻告诉了季金翠：以孕妇产胎所余紫河车入药，这本是宫中主子娘娘争宠产子的禁方，但其实那药用的不对，我终找到了提药的最佳方法，是声波腹中火影包衣入药，服用此药必能产子。这一听就是伤天害理的邪术啊！要是换了别人，肯定当场就拒绝了。可这季金翠已经被嫉妒冲昏了头脑，她才不管什么天理报应，只要能怀孕，能夺到大太太的位置，让她干什么都行。她当即就答应了王巫医，还给她拿了一大笔钱，让她赶紧去办。从那天起，京城就开始怪事不断，每天都有孕妇莫名其妙的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偶尔有被找到的，也都是被人残忍的杀害了，肚子里的胎儿不翼而飞。整个京城人心惶惶，家家户户都不敢让孕妇出门。警察查了好几个月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在28个孕妇惨死之后，季金翠果然怀孕了。张少帅得知消息，虽然心里还是只爱着大太太，但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也十分高兴，对季金翠也多了几分关心。季金翠看着张少帅对自己越来越好，心里高兴坏了。可他知道，只要大太太还在这个家里，他就永远不能安心。于是他和王巫医又策划了一个更歹毒的阴谋。这天，警察突然包围了大帅府，说有人举报杀害孕妇的凶手就藏在府里。张少帅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坦然地让警察搜查。可搜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那些失踪孕妇的遗物竟然全都在大太太的房间里被找到了，铁证如山，大太太百口莫辩。张少帅看着那些证据，又看着大太太苍白的脸，心里痛苦万分。他不愿意相信自己深爱的妻子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眼前的证据却容不得他不信。晚上，张少帅来到大牢里看望大太太，他看着妻子憔悴的样子，心疼的不行。大太太看着丈夫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他心里明白，张少帅是相信他的，可他也知道季金翠是根本不会放过他的。果然，张少帅刚走，季金翠就带着王巫医来了。季金翠得意洋洋地告诉大太太了真相。你没看错，我是有了智生的骨肉了。如果当初你没有放弃王医师的话，又怎么会轮得到我呢？真的是你们杀了那些孩子，你怎么忍心？
王医师是个天才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根本就怀不了孕。大太太听完季金翠说的话，心彻底死了。她知道，如果想保护自己的丈夫张少帅，她只有选择牺牲自己。想到这儿，她终于向季金翠低头了。3天后，驱魔仪式在大帅府的大院里举行，现场来了好多围观的百姓。按照张少帅的计划，只要大太太承认自己是被邪魔附身，他就可以顺势把她救下来。可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大太太突然像疯了一样，又哭又笑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。围观的百姓们群情激愤，纷纷开始用臭鸡蛋烂菜叶朝他砸去。张少帅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都碎了，他真的以为大太太疯了。当天晚上，各方军阀都跑来逼迫张少帅杀了大太太偿命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他不得不下令将大太太带到地下室执行枪决。枪响的那一刻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仿佛连老天爷都在为这个冤死的女人鸣不平。大太太死后的几个月，季金翠也到了临盆的日子。可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季金翠生下来的竟然是一个浑身发紫的死婴。而那个自称医术天下第一的王巫医看到这一幕也受不了刺激，当场就疯了。张少帅也被吓坏了，他觉得这事儿太邪门了，于是赶紧请来了一个法力高强的道士。道士看了看那个死婴，脸色大变，说这个婴儿体内汇聚了28个孕妇和他们孩子的滔天怨气，已经变成了一个煞胎，如果不赶紧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道士在死婴身上贴上了镇魂符，把它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坛子里，然后深深地埋在了大帅府的地下。可道士千算万算，还是漏了一步。就在死婴被埋下的当天晚上，那些怨气就彻底爆发了。他们化作一团黑雾，先杀死了季金翠，然后又附在了张少帅的身上。被附身的张少帅拿起枪一顿乱射，把大帅府里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丫鬟、仆人、卫兵，连府里的狗都没放过，杀了个一干二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张少帅就神秘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从此，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帅府就变成了一座人人谈之色变的鬼宅。100年来，凡是进去过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。林瑶讲完这个故事，老宋和贺飞听得后背发凉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老宋下意识地摸了摸兜里的那块玉佩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这块玉佩就是当年张少帅送给大太太的那块。可话虽这么说，老宋心里却已经开始打鼓了。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宋就赶紧派人去招聘新的工人。可那些工人一听说要去京城81号干活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给多少钱都不去。老宋急得团团转，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在老宋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贺飞那边又出事了。贺飞在医院值班，正在给一个刚去世的患者盖白布，突然贺飞吓得魂飞魄散，使劲甩开了患者的手。再回去看的时候，那个患者还是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医生和护士都以为贺飞是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，可只有贺飞自己知道，那不是幻觉，那只冰冷的手，那种窒息的恐惧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与此同时，老宋这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他接到了上面的通知，说京城81号的修缮工作全面停止，宅子将被永久封闭，所有人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撤离。原来昨天那个吐了一地蛆虫的工人，昨天晚上在家里离奇死亡了，死状极其恐怖，七窍流血，肚子胀得像个皮球，里面全是蛆虫。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吓得不行，集体去政府闹事，说这宅子闹鬼，再干下去命都没了。政府一调查，发现事情确实邪门得很，这才下了死命令，立即停工封宅。老宋接到通知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，他赶紧回房间去找贺飞，准备收拾东西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推开门一看，贺飞不见了。老宋这下可真慌了，他疯了一样在宅子里四处寻找，一边找一边喊着贺飞的名字，可整个宅子静悄悄的，只有他自己的回声。就在老宋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地下室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。老宋心里一紧，赶紧朝着地下室跑去。这个地下室正是当年张少帅枪决大太太的地方。老宋推开地下室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永生难忘。只见贺飞被无数粗壮的藤蔓紧紧地缠在墙上，脸色惨白，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就在两人准备逃出地牢时，一个由树藤组成的旋风拔地而起，老宋顿时吓傻了，一个树枝直插他的眼睛，但就在 0.01 毫米的时候瞬间停住。此时在贺飞的面前站着一个穿着民国旗袍的女人，长发遮面，浑身散发着冰冷的阴气。你终于还是来找我了，
我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，你先放了他们吧。老宋这才明白过来，这个女人就是当年含冤而死的大太太，她把自己当成了张少帅的转世。原来大太太死后怨气不散，一直没有去投胎，她的魂魄留在了这座宅子里，日夜吸收着地下那个煞胎的阴气，渐渐变成了一只厉鬼。而贺飞因为和大太太长得一模一样，又因为老宋拿走了那块玉佩，所以被大太太盯上了。大太太看着老宋，眼神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。老宋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又可怕的女人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他知道大太太等了100年，等的不是张少帅的人，而是他的一句道歉，一句迟来了100年的对不起。老宋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牛梦鹤，真是虽然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，可是我知道他欠你一句话，对不起。紧接着老宋从兜里掏出了那块玉佩，扔给了大太太。大太太看着那块玉佩，脸上的戾气一点点的消散了。随着大太太怨气的消散，缠着贺飞的藤蔓也慢慢松开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突然跑了过来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只能陪你们到这里了。你要跟我们一起走？妈妈，我爱你，所以请你忘记我吧。贺飞愣住了，这个小女孩就是他前几天梦到的那个。原来贺飞以前曾经怀过一个孩子，但是因为工作太累，不小心流产了。那个孩子的魂魄一直舍不得离开妈妈，一直跟在贺飞身边。这次因为煞胎的阴气泄露，小女孩才有了实体。刚才就是她一直在保护贺飞，不让大太太伤害她。就在这时，整栋古宅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，天花板上的水泥块不停地往下掉，眼看就要坍塌了。老宋一把拉起贺飞，朝着外面跑去。就在他们跑出古宅的那一刻，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响，这座屹立了100年的凶宅终于轰然倒塌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所有的恩怨，所有的怨气都被埋在了这片废墟之下。几个月后，贺飞再次怀孕了，医生告诉她是个女儿。他知道是那个小女孩回来了，他又一次选择了自己做妈妈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其实《京城81号2》这部电影当年上映的时候被很多人骂成是烂片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回头看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国产恐怖片。和那些动不动就鬼图脸靠音效吓人的恐怖片不一样，《京城81号2》走的是正宗的中式恐怖路线，是那种从骨子里往外渗的凉意。当年为了拍好这部电影，他没有选择在棚里搭布景，而是带着整个剧组走进了真实的朝内81号院取景。他说只有在真正的老宅子里才能拍出那种阴森压抑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为了吓人，他还讲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。大太太等了张少帅100年，恨了100年，到最后也只是想要一句对不起。这份跨越100年的执念让人既害怕又心疼。其实这世上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鬼，而是人心，是季金翠的嫉妒和贪婪，是王巫医的残忍和恶毒，是那些围观群众的愚昧和盲从，才酿成了这桩100年惨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